你以为的正常，其实是在压抑真实。你照着别人定义的节奏生活，按照社会规则去做选择，去安排未来，去压低情绪，去修剪个性。你以为这就是成长，就是成熟，就是应该。你不敢太快乐，怕别人说你不务实。你不敢太悲伤，怕被说你太脆弱。你不敢说不要，怕被当作不好相处。你不敢说想要，怕被认为太贪心，太自我。于是你学会了压下那个会哭会笑，会怒会爱的自己，学会了不打扰，不争辩，不违抗。你变得越来越稳定，也越来越沉默。你开始忘记什么才是你真正的感觉。但稳定不等于平静，沉默也不等于理解。压抑的不是情绪，是灵魂的声音。你看起来正常，但你已经不再自由。你说那是现实，说那是必须，但现实的背后是你从没问过自己的问题。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？我是在选择，还是在服从？你不敢偏离常规，因为那太危险，太不确定，太不像应该有的样子。但那个应该，其实是你早已无感的剧本。你只是在重复，不再活着。真正的正常，是你能诚实活出自己。是你哭的时候不用解释，笑的时候不必压抑。是你说我想要的时候没有羞愧，说我不要的时候也没有负罪感。但要走到那里，你得先勇敢承认，你现在的正常不是真实。那是为了生存你学会的伪装，那是为了被爱你练习的模仿，那是为了不孤单你选择的适应。你没有错，你只是太久没有被允许做自己。从现在起，请你慢慢的，一点一滴的，开始拆解那些你以为必须的正常，开始重新认识什么是你的感受，你的声音，你的节奏。你可以慢下来，也可以转弯。你可以说我不想再这样了。你可以选择离开一个让你压抑的环境，不是因为你叛逆，而是因为你清醒。你不是要变得不一样，你只是终于要变回真正的你。那个会怀疑，会期待，会有情绪，有欲望，有阴影也有光的你。那才是真正的正常，是完整的，是有灵魂重量的，是值得活出来的。当你愿意放下那些假装的平静，你会发现，原来自由不是在某个未来的时间点，它在每一次你选择诚实的当下。你不再需要做一个看起来没问题的人，你可以做你自己，而那个你早已足够，早已值得，早已准备好，活出比正常更宽阔的生命版本。你不是失去了光，只是忘了自己会发光。在那些疲惫、灰暗、毫无动力的日子里，你或许以为自己不再特别了，不再重要了，甚至开始怀疑，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你望着别人闪闪发亮的人生，在社群媒体，在朋友圈，在那些看起来总是有方向的人身上，你觉得自己像是个掉队的灵魂，一步一步失去热情，失去目标，失去光。但请你停下来，深呼吸，那份光从来没有离开过你，它只是被疲惫、挫折、责任、别人的声音、过度的努力掩盖了。你不是没光了，是你忘了自己原本就是光。从你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带着属于自己的频率。
那频率不是靠表现来换取的，不是靠别人的认同来证明的，它存在于你看见不公平时想发生的冲动，存在于你默默照顾别人却不张扬的温柔，存在于你一次次跌倒后还愿意相信的眼神。你忘了的不是能力，不是天赋，不是价值，而是你曾经为什么而燃烧，为什么而坚持，为什么而相信。你在太多必须里迷了路，你为了成为某种大人，切断了内在那个小孩的直觉与好奇。你用该做的事压住想做的事，用应该的样子遮住本来的样子。久而久之，你忘了，你本来会发光的。你看似什么都做对了，却感觉越来越空。那是灵魂在提醒你，你不是来活得完美的，你是来活得真实的。你不需要再逼自己闪耀，你只需要停止扮演，停止假装，停止压抑，让你真正的样子重新浮出水面。当你允许自己诚实，光就会从缝隙里透出来。当你愿意慢下来倾听自己，你会再次听见那份熟悉的声音，说：我还在，从未离开。你会开始记得，你曾因什么而心动，你曾在哪里流泪，是为了哪个梦想鼓起勇气。那些记忆不是脆弱，它们是证明你有多炽热，有多真实，有多光亮的片段。这世界不缺会表演的人，缺的是愿意真实存在的灵魂，而你就是其中之一。只是暂时迷了方向，但光从未离开你，它只是静静地等着你，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说：亲爱的，你不是失去了光，你只是太久没好好看见自己，但你一直都会发光，从来如此。当你不再逃避黑暗，光才会看见你。你以为只要往光的方向跑，只要正面积极，勇敢前行，保持乐观，就能远离那些痛，那些伤，那些混乱的自己。但你越逃，越会发现，黑暗并不会因为你不看它就消失，它会躲在你的梦里，你的反应里，你的关系里，悄悄地让你一再卡住，重复，错过自己。你不想承认那份愤怒，因为你被教导要懂事，要大度，要不要计较。你不想面对那份悲伤，因为你怕一碰触就再也站不起来。你不想靠近那份自我厌恶，因为你怕看见那个不堪的自己就会被世界抛弃。于是你装成没事，扮演成熟，说着我可以的，没关系，我很快就好。但其实你只是在逃，你逃的不只是情绪，还有那个渴望被理解、被接住、被听见的自己。黑暗不是敌人，它是你灵魂里还没被爱过的部分。它不是为了摧毁你，而是为了邀请你更深地靠近自己。当你不再逃，你会开始听见里面藏着的声音说：我不是坏，我只是曾经受伤。我不是弱，我只是没有人陪我走过。我不是冷淡，我只是太久没有被温柔对待。黑暗其实是光的入口，每一次你愿意在痛里停留，不急着逃走，每一次你选择对内在的恐惧说我在这里，你就点亮了一盏灯，从里面往外照。真正的光不是让你否认黑暗，是让你有勇气去拥抱它。当你敢面对自己的阴影，你才有真正选择的自由。否则你的人生就会一直被未解的情绪牵着走，你会在重复里活得很努力，却始终觉得缺了一块。
当你不再逃避黑暗，你才会发现，它不是深渊，而是根，让你更稳、更深、更真的活着，也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光，不是闪耀的、耀眼的、毫无阴影的光，而是那种即使曾经跌入黑夜，你依然选择相信、温柔、前行的光。你会开始懂得去拥抱自己的阴影，也会开始懂得去理解别人的黑暗。你的爱会变得更深，你的力量会变得更柔。你不再只是活在怎么看起来光亮的表象中，你会真正活成一盏灯，从心里发出不刺眼却温暖的亮。当你不再逃避黑暗，光才会看见你，因为那时候的你才是真的准备好了，去承接你一直渴望的爱、自由与完整。你不必再怕夜，你早已是光本身，只是你需要穿过黑，才能真正想起这件事。你不需要被理解才有价值，但这句话，你可能花了一生才开始学习相信。从小到大，我们都在努力让别人懂我们，懂我们的心情，我们的努力，我们的沉默，我们的不说。因为我们以为，我被懂了，才代表我值得，我存在，我被爱。所以你总是在解释，在关系里小心翼翼地说话，怕被误会，怕被遗忘，怕被贴上错的标签。你努力让自己说得清楚，表现得体，思考周全，不是因为你真的那么理性，而是你太渴望被理解了。但理解不是爱的前提，也不是价值的条件。你的感受不需要别人看懂才算成立，你的选择不需要别人认同才是对的，你的存在不需要经过谁的确认才有意义。有时候你会遇见无法共鸣的人，你说的话他们听不懂，你的心他们读不出来。那不是你不够清楚，不够好，只是你们的频率不一样。你的深度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承接的。这世界上有些人不会懂你的安静里藏了多少勇气，不会懂你微笑背后有多少忍耐，不会懂你走出的每一步其实都经过了天人交战。但那不代表你没价值，那只代表你的世界太真实，太细腻，太有灵魂，而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看见这样的风景。你不需要等谁懂你，才能确定自己没有走错路。你不需要一直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想，这样选，这样感受。你只需要回到内在，对自己说一句：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知道这对我来说是真实的。当你这样说了，你会慢慢发现，那些不理解你的人开始无法影响你了。他们的意见不再像以前那么刺，那么重，那么致命，因为你已经不靠外在定义自己的价值。你会遇到懂你的人，但在那之前，你要先学会不抛弃自己。真正的力量是即使没人懂你，你依然选择站在自己这边，因为你知道，你不是为了被理解才活着，你是为了活出你的灵魂才来到这个世界的。你不需要被理解才有价值，你就是你，而这样的你已经很珍贵了。所有你假装不在乎的，其实最在乎你。你说没关系，其实心里早已翻江倒海。你说随便，但你记得每一个没被回应的时刻。你笑着说我很好，却在深夜里为一段沉默流泪。你不是冷漠，你只是太在意了，在意到不敢承认，
怕承认了就更容易受伤。怕一旦承认了，别人却不当一回事，那种落空会让你难以承受。于是你选择退后，选择安静，选择不表达。你开始用无所谓的语气掩饰渴望，用不在意的态度掩饰等待，用忙碌的生活掩饰空缺。但你知道，那些你装作不在意的，才是真正在你心里占据位置的人，事、回忆、梦想。你怕的不是失去，是你太清楚自己会有多失落。你怕付出没被接住，怕靠近没被珍惜，怕打开自己却被轻轻关上。所以你开始练习看淡，练习放下，练习没差。但那些练习不是释怀，是保护。保护那个总是太容易受伤，太容易投入，太容易失落的自己。你以为装作不在意就能让自己少一点波动，但事实是，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，只是静静的变成身体的紧绷，心里的麻痹，让你逐渐遗忘怎么真实的活着，真实的感受，真实的连结。你以为你假装得很好，但灵魂不会说谎。他知道你在等待，他知道你还在乎。这不是要你脆弱的去追逐，而是邀请你勇敢地承认，我其实很在意，我其实很想靠近，我其实不想装没事了。因为当你不再逃避自己内在的真实，你才能真正和这个世界连结，不是透过表面，而是透过深刻。那些你假装不在乎的，其实是你灵魂最想靠近的地方。也许是某段未完成的关系，某个压抑的梦想，某份被否定的渴望。而他们之所以总在你心里晃动，是因为他们从没放弃你，只是你还没准备好诚实面对。当你愿意不再用冷漠保护自己，不再用距离掩饰伤痕，不再用没事压住所有感觉，你会发现，你最深的在乎会开始慢慢转化成爱。不是苦撑的爱，不是勉强的爱，而是那种真实、温柔、安定的爱。是你先给自己的，然后才能溢出来。所以不要再逼自己假装了，你早就值得去爱，去在乎，去表达，去流动。那些你最深的在乎，才是真正通往你灵魂的路。走进去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你一直以来都不是太脆弱，你只是太真实了。你一直在找答案，其实是想找回自己。你说你想知道为什么总是卡关，为什么明明努力却总觉得空，为什么总是反复爱上同样让你受伤的人，为什么每当幸福靠近，你却转身躲开。你翻书、听课、学技巧，你尝试分析自己的一切反应，你问朋友，也问宇宙，问未来，问命运，问老天到底在安排什么。但你越找，心越乱，越多的答案反而让你离自己越远。你开始忘记自己最初是为了什么出发，你开始怀疑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，是不是你太复杂，太难搞，太多情绪。但真相是，你不是要找一个能解决一切的答案，你只是想回到那个你可以完全相信自己，信任生命，安稳存在的状态。你想找的不是外在的解释，而是内在的记得。记得你是谁，记得你其实早就知道方向，记得你有多勇敢，多敏感，多温柔。记得那个不管遇到什么混乱都依然想好好活着的灵魂。
那些问题的背后，藏着的其实是你对真实的渴望。你想知道为什么？是因为你太想理解自己，太想靠近自己，太想不再与自己为敌。所以你问，不是错。你探索，不是逃避。你只是还在学习怎么把所有向外延伸的焦点慢慢带回心里。真正的答案不会在别人的话里出现，它会在你静下来的时候，在你一边流泪一边愿意继续走的时候，在你放下应该怎样的那一刻浮出来。那个答案可能不是句话，而是一种感觉，一种松开，一种不再需要证明的平静。你会发现，其实你不是不知道，你只是太久没有相信。那个你一直都在，从未离开。你问的每一个为什么，其实都是在对自己喊话。我想回家了，带我回去。不是回到过去，而是回到那个完整的自己。那个还敢做梦的你，还相信爱的你，还愿意相信自己值得的你。你不需要再向外找什么对的答案，你只需要开始相信，你已经准备好与自己重逢，而那就是你一直在找的全部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